藏传佛教格鲁派佛学院架构，修学体系全揭秘。这场长达70年的佛学高考，90%的人都会被中途淘汰。你以为出家是逃避内卷，其实是进入了更卷的赛道。这是用一生赌一场修行。青灯古佛，一个青衣的僧人默默地诵经、打坐、修行、挑水砍柴做饭、洒扫庭院。这可能是我们从影视剧里面或者是现实当中看到的汉传佛教僧人的日常。我们总觉得他们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而又必须留在人间食烟火的人。他们没有考学的压力，他们不用内卷，他们超脱于世外。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总会把对于汉传佛教的印象套在藏传佛教身上。同样是佛教，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却有很大的不同。今天请跟随我的镜头来到卓尼县的贡巴寺，这个是甘南第2大的佛寺，仅次于拉卜楞寺的佛寺，也是拉卜楞寺的属寺。虽然比拉卜楞寺小得多，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贡巴寺和拉卜楞寺一样，有着完整的5大扎仓。有朋友可能就会问了，这个扎仓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把贡巴寺比作一所大学，那么贡巴寺的扎仓就好比是各个院系，每个扎仓又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和课程，僧人根据自己的志向选择不同的扎仓进行学习，就像我们上大学选专业一样。贡巴寺的6大扎仓是甘南地区最完整的。本期的视频我就详细解说一下这6大扎仓。看完了本期视频，你就比90%的人更加懂藏传佛教的寺院学经体系。下面呢，我就尽量用通俗的语言说清楚这6大扎仓。第一个，也就是最核心的扎仓，参尼扎仓，俗称为文思学院。文思，所闻所思。这个文思学院呢，是所有扎仓的基础。大部分僧人呢，会先在这里学习。主要的课程啊，就是藏传佛教的核心理论，比如说像佛教的基本教义啊、经典著作啊。僧人们在这里钻研佛法道理，辨析教义，就像我们学习哲学、思考人生一样。目的是打好佛法的基础，建立正确的信仰认知。这个呢，就相当于佛学院的哲学系。有意思的是，贡巴寺的文思学院规模很大，据说当年最鼎盛的时候啊，这里的僧人有几百个人，诵经声啊常年不断，就连远处的山路上都能听到，是整个寺院佛理传承的核心。第二个呢叫丁科扎仓，俗称十轮学院。对，这个十轮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上期讲的十轮金刚秘法的十轮，十轮，时间之轮。这个学院主要是学习什么呢？既然是时间之轮，那想必就是研究宇宙星辰了，还真没错。这个十轮学院就是专门研究藏地的天文历法占星知识，相当于佛学院的天文历法系。我们都知道啊，藏历和我们常用的公历不一样，藏民的节日、祭祀的时间都是靠藏历推算的，而这些知识就是在十轮学院里面传承的。僧人们在这里学习观测天象、推算日历，甚至能通过星象预测季节的变化。这些知识呢，不仅仅服务于宗教仪式，还和藏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据说啊，当年的光绪皇帝赐名万寿寺的时候，十轮学院的僧人还专门推算了一个吉日，举行了盛大的赐匾仪式，成为贡巴寺历史上一段佳话。我们再讲第3个居巴扎仓，俗称密宗学院。从密宗学院这个名字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就是教密法的。对，密宗学院就是专门传授藏传佛教的密法修持。那有朋友就问了，那前面的文思学院不是也教佛法知识吗？这个密宗学院呢，本质上呢也是佛法。这2个学院有啥不同呢？不同之处就在于文思学院侧重于理论，而密宗学院更注重实际的修行。僧人们在这里学习密法的仪轨啊、禅定修行啊，追求通过修行达到更高的境界，这就相当于佛学院的修行系。需要说明的是啊，密法修持大多数是比较严谨的，有严格的传承规矩，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接触到的。
贡巴寺的密宗学院当年是由创始人喇嘛噶唠昌亲自主持修建的，里面还保留着他当年修行用过的法器。第4个呢，就是曼巴扎仓，俗称医药学院。这个医药学院呢，我们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得出，这实际上是一个医学院，没错，这就是专门研究藏医藏药的学院。僧人们在这里学习藏医药的辨认、炮制、配方，还要学习藏医的诊断方法，比如说像诊脉呀、尿诊啊，既能给自己和其他的僧人治病，也会为周边的藏民提供医疗帮助。贡巴寺的医药学院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藏药的制作工艺，院里面常年飘着草木香啊。据说当年创始喇嘛噶唠昌在新疆带兵的时候，就曾经用藏药救治过不少受伤的士兵，而这些藏药知识也被他带回了贡巴寺，传承至今。第5个呢，叫扎年扎仓，俗称印经学院。从印经学院的名称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这相当于佛学院的出版系，主要是负责佛经的刻印、抄写和保存。藏传佛教的很多经典都是靠印经学院一代一代刻印流传下来的。僧人在这里学习书法、刻印技术，手工雕刻经版、印制佛经，不仅仅守护着佛教经典，也传承着藏地的书法雕刻艺术。贡巴寺的印经学院里面保存着许多清代的经版，都是当年的僧人手工雕刻的，上面的字迹工整清晰，历经100年依然完好保存，堪称藏地文化的活化石，也见证了清廷对藏传佛教文化的重视。第6个，茜巴扎仓，俗称法武学院。有些朋友啊，在藏地旅行的时候，有幸会看到藏寺里面跳绳的仪式，比如说像什么金刚法舞啊、枪母法舞啊等等，那些庄重又有特色的舞蹈音乐，就是在茜巴扎仓里面学习和传承的。这就相当于佛学院的礼仪系，专门传承藏传佛教宗教乐舞和仪式。这些舞蹈啊，不仅仅是表演，每一个动作、每一段音乐都有特定的宗教寓意。比如说，当年贡巴寺举行重大的仪式的时候，茜巴扎仓的僧人都会跳法舞，既能祈福，也能彰显寺院的庄重。而且啊，据说当年光绪帝赐匾的时候，法武学院的僧人还表演了一个专属的祈福法舞，成为当时的一大盛事。讲到这啊，藏传佛教的佛学院的架构就很清晰了，以文思学院为基础，这里是学理论，搭配十轮学院，这里是学天文历法，居巴扎仓这里学密法修行，曼巴扎仓这里学藏医，扎年扎仓这里学印经，茜巴扎仓这里学礼仪乐舞。6大扎仓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构成了一座完整的藏传佛教佛学院。有朋友听我讲完这段介绍啊，可能会想啊，如果有机会，我是不是也能到这个佛学院来学习一下啊？我知道你这种好奇啊，不过下面我要说的话可能要打破你这种好奇心了。因为啊，在藏地想要成为一位高僧大德可太不容易了。我今天来参观的这个寺庙啊，叫贡巴寺，它的本名是叫万寿寺。我前面也讲了，光绪皇帝还特别关照过，给它予以了赐名。清朝的时候呢，藏地的格鲁派是获得了统治地位的，而格鲁派能获得藏地的统治地位和宗喀巴大师的改革有莫大的关系。宗喀巴呢，当年针对藏地修学混乱的情况，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修学体系。下面我们来看看他制定的这套修学体系。宗喀巴当年在改革的时候就定死啊，先显后密，显密双修，戒律第一，逐级晋升，没有捷径，不能跳级，全靠硬背加应变。从8岁出家登顶甘丹赤巴，也就是格鲁派的教主法台，最少50年呢。这哪里是修行啊，这是佛学版的本硕博博后加终身教职，压力比考清华北大大10倍。我下面呢就来逐级进行讲解，一共分为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入门预备阶段，这个阶段呢，大概要学2至3年，主要是识字扫盲，但这个阶段也是淘汰率最高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学的内容比较简单，就是藏文字母啊、拼读啊、书写啊、基础的仪轨啊，还有早晚课啊、诵读简单的经文啊。他们呢需要守沙弥戒、誓愿的规矩等等。考核也不难，也就是能够流利的读经、守戒、听话。但为什么淘汰率最高呢？现实是有很多的小孩啊，压根就熬不过。为什么说熬不过呢？
因为每天一大早就要起来，然后背经要背到深夜，没有娱乐，严加管教。很多的孩子吃不了苦，记性又差，又不守规矩的，直接就被劝退，这是第一波大淘汰。第二个阶段显宗正修，这个阶段大概需要15到22年，主要是学习五部大论，硬核苦读。它的核心是进显宗学院，死磕五部大论，一级一级往上爬。哪五部大论呢？第一部就是阴明部，大概要学3到5年，练逻辑，练嘴皮子。他们所使用的教材是《释量论》、宗喀巴师徒的著书，重点是逻辑辩论、思维训练，为以后的辩经打基础。他们的日常是每天辩经3到6个小时，背诵、立宗、应辩。通过初级的辩经考核之后，会授予乐江巴的一个称号，这是一个阶段性的称号，不算格西学位。第二部就是般若部，大概要学4到7年，这个是学大乘智慧，使用的教材是《现观庄严论》，重点是菩萨道8世70义，修行阶位。般若部是难度最大的一个部，它要建立大乘佛法架构，篇幅最长，里面的概念呢最为抽象，所以特别熬人。通过考核之后呢，会授予你噶兰巴的一个称号，这就代表着你可以讲经了。第三部呢就是中观部，大概要学3到4年，这是哲学的核心。教材是使用月称菩萨的入中论、中论，它的重点是缘起性空、中观因层派正见，这也是格鲁派立教的根本。学这个中观部呢，辩经最为激烈，动不动就争得面红耳赤，拍掌怒吼。第四部呢是俱舍部，大概要学3到4年，它是佛学的世界观，主要使用的教材就是俱舍论，重点是世界的构成、生命的轮回、诸法的分类等等。这个部呢偏理科，它的名相非常的多，体系庞杂，主要是靠背。第五部呢就是戒律部，大概要学3到4年，这个是守规矩的根本，使用的教材是戒律本论、别解脱戒，重点是出家戒、菩萨戒，言行要规范。戒律部呢是格鲁派的招牌，也是格鲁派戒律最严、最讲规矩的原因。五部大论全部学完之后，并无学位，只是代表你可以考格西了。以上五部大论全部学完，总耗时15年到22年，视每个人的根性而定。每天呢天不亮就要起来，一周学习6天，一年只休息10几天。他的目标是要精通五部大论，背到滚瓜烂熟，变到无懈可击。在学这个五部大论的过程当中，有1半人以上都熬不完，要么中途还俗，要么停留在低年级当普通的僧人。第3个阶段就是考格西学位这个是显宗的博士，相当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个格西呢，藏语是善知识的意思，显宗最高的学术头衔。它一共分为4个层级，第4级也就是最低的那个层级的学位叫做多兰巴。它的考试是由本扎仓的大殿10阶前进行辩经来进行考试的，考试的范围是五部大论的节选。考过之后呢，获得寺院认可，可以当低级别的经师，难度3颗星。第3级的学位是临赛，它的考试是通过全寺范围内的辩经答辩，获得临赛学位的地位呢，相当于是寺内的高僧，可以担任重要的执事，它的难度是4颗星。格西学位的第2级是错兰巴，它的考试是拉萨的小昭会的法会，3大寺的高僧进行联考，考过之后的地位全藏知名，可以担任大寺的堪布，也就是一个寺庙的住持，它的难度是5颗星。格西学位的最高，也就是第1级是拉兰巴学位，这是相当于佛学院的院士。考试是大昭寺传召大法会藏历正月的时候，3大寺联合答辩，要求是五部大论全部通过，应对数十位高僧的轮番质问，毫无破绽。全藏有数万僧人，每年仅录取拉兰巴的僧人为个位数。拉兰巴、错兰巴的学位虽然非常之难，但是要走甘丹赤巴这种最高领袖的路线，就一定要拿到。考到拉兰巴这个格西学位，他的地位是显宗的巅峰，相当于全国的顶级学者，他的难度是7颗星，地狱级的难度。但你以为这个时候已经到达巅峰了吗？不，我们知道藏传佛教最为精髓的部分实际上是密宗，以上还只是证明你显宗达标，下面就要开始进入到慢慢的修密之路。
第4阶段密宗进阶需要3到5年，格鲁派要求显宗学完才可以修密，不是谁都能进密宗学院的。它的规矩只有拿到格西，特别是要拿到拉兰巴或者是错兰巴的学位才能进密宗学院。修习密宗一般在一些大的寺院里面才能修习，一般大寺有上密院、下密院，这些都是顶级的密宗学府。在一些地方的大寺的话，有居巴扎仓，就是我前面讲的密宗扎仓。主要学啥呢？我之前的视频其实介绍过的，密宗主要是4序部，其中分为4序、行序、瑜伽序、无上瑜伽序，包括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坛城、灌顶、实修等等。密宗学成之后会获得的学位有俄兰巴学位，这个是密宗的格西学位，整个耗时大概需要3到5年。有一些基础不牢、戒律不严、根基不够的人就会不让修，就会被淘汰了。第5个阶段，职位晋升10到30年，从经师到法王，越往上越难。拿到了拉兰巴的学位跟密宗的格西学位之后，才算是成品的高僧。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担任一些行政跟宗教的职务。1. 格古纪律监督，一般来说4个月。2. 翁泽，也就是领经师，3年。3. 扎仓堪布，也就是学院的院长，大概3到6年。4. 下支降支法王，各14年。第5，甘丹赤巴，格鲁派的教主，法台，终身受人敬仰。关键要说明的是，最后这个甘丹赤巴啊，是最高级的一个职务，它不是转世，它是考出来的，是熬出来的，是选出来的学术巅峰。他必须是拉兰巴加密宗成就加下支降支法王的资历，70岁左右才能坐上这个位置。他的地位呢是格鲁派的宗教领袖，仅次于达赖班禅，受万人敬仰。在西藏的统一时期，活佛有数千，而甘丹赤巴却只有1个，这真的是100万人里面挑1个。实际上，在藏区取得拉兰巴、错兰巴的学位，都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了，都已经是非常受人尊敬了。下面呢，我来总结一下这个时间线啊，从8岁出家开始算起，入门识字2到3年，显宗五翁大论15年到22年，这个时候他会大约从11岁到30岁，备考加考格西拉兰巴5年到10年，这个时候他会从40岁到50岁左右的样子。密宗进修在3到5年，这个时候他会变成45岁到50岁的样子。然后有职务了，逐步往上面升，晋升到法王，需要15到20年的时间，这个时候他都65岁到70岁的样子了。所以一般情况下，熬到甘丹赤巴的话，都70岁以上了，一辈子都熬到头了。一句话总结哈，8岁出家，正常走完全部的流程，70岁左右登顶，90%的人中途淘汰，能到拉兰巴千里挑一，能到甘丹赤巴100年一遇。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普通的僧人一辈子念经打杂，无学位，地位低，而多兰巴跟林赛呢，则是寺内的忠臣，受人尊敬，可以当经师。错兰巴是大寺的主持，地方的宗教领袖。拉兰巴是国宝级的学者，政府礼遇，各大寺院争抢。甘丹赤巴是宗教级的教皇，全藏顶礼，青史留名。最扎心的一点啊，我在斯拉寺亲眼见过一个60多岁的老僧人还在辩经场跟一个年轻的人争拉兰巴。不是他们贪名啊，而是格鲁派的体系，不考证没学位就没地位，没话语权，不算真修行。讲到这儿，我们就会发现啊，能够取得格西以上学位的僧人可谓是凤毛麟角。如果你身边还有人自称是仁波切的话，你可以问他以下这几个问题啊。第一，你可以问他是不是转世活佛，如果不是转世活佛，你就问他是不是金刚上师，如果连金刚上师也不是，那你就问他取得了什么学位。如果连格西学位也没有，这样的人就不配称之为仁波切。讲了这么多啊，最后我灵魂一问，你还觉得藏地的僧人是当天和尚撞一天钟吗？这是用一生赌一场修行啊，比世俗的高考考研考公难10000倍。摩托折腾了半天，终于折腾好了。等一下出发去贡巴寺看一下。这个贡巴寺呢，是属于甘肃省第2大的藏传佛教的寺庙，也是一个佛学院。僧人
据说是有800多名吧，好像是，反正具体数字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是挺大的。然后这一片全部都是，我一个一个去看一下吧，看看能不能碰到一些有意思的僧人，跟他们交流一下。走。走在贡巴寺的院里，风也变得软乎乎的，天是透亮的蓝，像是被水洗过一样纯净。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着，闲闲的，不慌不忙。路的前方是贡巴寺的楼宇，天清气朗，风也干净，不像别处的寺庙那样透离着疏离的威严，它就安安静静地铺展在眼前。藏寺的楼宇层层叠叠，金顶在澄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不是张扬的璀璨，而是被岁月磨过的温亮的色。墙体是沉静的土黄色，崖角垂着布帆，风一吹就轻轻地摆动，没有声响，却像有无数细碎的心愿，随着风飘向寺院的每一个角落。我望着墙上的郎久旺丹，忽然想起一个冷知识。卓尼的贡巴寺本名是叫万寿寺，它是安多藏区唯一一座由清政府出钱修建的藏传佛教寺院。当年光绪皇帝不仅仅亲自赐名，还给了鎏金匾额，赏了5000两金银，诰封金册，甚至把万岁牌位也供在这里。要知道，能有这样的待遇，在古代的寺院里面可是顶级的殊荣。而这一切的荣耀是怎么来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贡巴寺的创始人，一个既能身披袈裟传法，又能执剑出征护国的传奇高僧，第一世喇嘛噶唠仓。噶唠仓出生在卓尼车巴沟，从小修习佛法，后来被派往新疆，恰逢沙俄入侵，地方叛乱，他毅然放下经卷，带兵出征，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谋略，多次击败沙俄军队，平定叛乱，立下赫赫战功。当年左宗棠在正面南疆战场痛击阿古柏侵略军，而噶唠仓则在北疆的阿尔泰地区牵制并多次击退沙俄的入侵。很难想象啊，残落的清末也有能击败列强、收复失地的壮举。当时清廷为了表彰他，特意册封他为察罕呼图克图，相当于当时藏区高僧里面的顶级荣耀。遥想噶唠仓当年大破俄军，气吞万里如虎，我不禁悠然神往。开火！全军出击！后来噶唠仓回到家乡，请示了13世达赖喇嘛，在1885年建立了这座贡巴寺。而他建寺的初衷就是想让藏地的僧人既能学好佛法，也能传承家国情怀。寺内有很多远方赶来朝拜的藏民，他们穿着崭新整洁的藏袍，衣料平整鲜亮，袖口干干净净，犹如过新年一般。他们虔诚地在庙里面朝拜。我与他们攀谈时，他们脸上洋溢着纯净的笑容。这里的时光如水一样的平静，远古的金戈铁马早已化作日常的宁静。我看见路边有个小卖部，想去买点东西，恰好赶上一群下课的学生，他们穿着绛红的僧袍，手里还拿着上课的文件夹，挤在小卖部的柜台前。有的隔着柜台向老板示意挑选，有的手里攥着刚买的冰棍和冰激凌，指尖上还沾着淡淡的凉意，叽叽喳喳地说着话。他们脸上带着未脱的稚气，眉眼弯弯，笑声随着风飘出来，落得寺院的石板上，到处都是。有个小僧被同伴抢了一口冰激凌，不恼也不闹，笑着伸手去抢，两个人闹作一团。贡巴寺的转经长廊环绕整个寺院一周，有4000多米，共有1000多个转经筒组成。据说每转动一个经筒，就相当于念诵了一遍经筒里面装的经文。一圈圈的走，一个个转，就是在不断的积累善业，祈求平安、健康、顺遂，也为家人祈福。藏区有诵读10万遍经文和咒语的说法，据说是只有诵读了10万遍以后，
经文的力量才会融入心念。对当地的藏民来说，诵经和转经，它不仅仅是仪式，还是生活本身，是信仰最朴素、最日常的表达。转1圈就是水洗沾福气，转3圈就代表佛法僧三宝俱全，转7圈加持力更强，心愿必成，转108圈就代表彻底清净、消业、圆满心愿。转经的时候可以默念6字真言 Om Mani Padme Hum， 或者什么都不念，就安安静静的走路，心里可以想这些：愿自己和家人平安健康，愿身边的人都顺利，愿心里的烦恼轻一点。或者什么都不想，就感受脚步，听转经筒转动的声音。最忌讳的是心里想着仇恨、抱怨、算计这些东西，或者是带着戾气、贪心去求发财、走大运。转经求的是心安，不是投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藏民在转经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宁静安详的原因。我是笑峰，以行走为证，以史料为基，拒绝神话，拒绝美化，借藏地的人文与历史，读懂文明的底层、人性与事实的规律。我的节目深耕客观真相，坚守独立视角，欢迎持续关注。因为有粉丝问我，为什么藏传佛教的僧人感觉和汉传佛教的僧人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我相信很多去过藏地的朋友呢，都会有这种好奇。比如说，为什么僧人可以吃肉啊？为什么有人说僧人可以谈恋爱呀？还有人说藏传佛教的僧人6根未净啊，真的是这样吗？下期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那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